他是李唐王朝最大的昏君，出生于大唐最鼎盛时期，却让这个帝国一步一步走向了败落。他就是唐德宗李氏。那他在位期间究竟做了什么呢？为什么说他是唐朝最大的昏君呢？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段唐朝往事。李氏出生于天宝元年4月，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，唐代宗李煜的长子。母亲呢是瑞珍沈皇后。他出生的时候，李亨还仅仅是个太子，李唐的江山也还处于鼎盛之时。杨贵妃和唐玄宗正如胶似漆，可以说李氏的童年时期是十分幸福的。如果李唐皇室没有出现意外，他能顺利坐上帝位，那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。可是变故总是让人意想不到。李氏13岁这年，大唐王朝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，那便是安史之乱。而后唐玄宗带着众人离开被攻陷的长安，李氏亦在其中。年幼的他尝遍了动乱的苦果，见识了皇室之间的内乱，也让他幼小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打击。安史之乱还未平定之时，他的祖父李亨就为权力匆忙登基。登基后不过6年，他的父亲又在一场闹剧中登基成为皇帝。之后李氏便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。李氏的前半生经历了战乱和家国之痛，也看过了皇室之间的各种斗争。按理来说呢，他应该成为一位好皇帝，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大历14年5月，唐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，李氏即位。这一年他38岁。即位之初，他确实还算不错，他不铺张浪费，奉行节约的理念。他曾经召韩王李炯进餐，却只吃马齿羹，不放盐和乳酪。为表示自己的决心，他还向各地下令，禁止再向朝廷进贡各种奇珍异品。至于珍贵的水果，也不用再大费周折地运到皇宫中，只用于太庙的供奉就行了，和当年唐玄宗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形成鲜明对比。他甚至把文善国进贡的32头5象放归山林，同时严惩了心怀不轨的宦官刘忠义和收受贿赂的邵光超，并任用崔佑甫为相，颇有一番中兴气象。群臣也因此为他上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。结果这样的日子不过2-3年，他就走上了宠信宦官的道路，让身边的宦官做上了监督神策军的兵马使，掌管着整个国家最强的兵马。这是何其昏庸的决定！让宦官统治禁军，无异于是将整个国家的武力葬送。在这种风气之下，朝中也陆续出现了不少奸臣，他们一面拉拢宦官，一面呢开始排挤朝中的忠义之臣，而李氏却对此置之不理，导致像颜真卿这样的忠臣，不仅在朝堂上遭到排挤不说，更有甚者还遭到了杀身之祸。除了宠信宦官以外，李氏还做了哪些离谱的事？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他在位之初就奉行节俭的理念，美名其曰体恤民情。可是这样节俭的日子不过2年，他便开始了大肆挥霍的日子，就仿佛当初那个节俭的皇帝被夺舍了一般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主动要求各地加大朝贡力度，要求各地官员要将当地最好的送到皇宫中。进贡的物品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满意，那不仅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赐，还有机会加官进爵。各地官员眼看有利可捞，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。此期间的大唐虽然算不上没落，但百姓生活却并不好过，因为当时压在他们肩头的不仅有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，还有各种荒诞的剥削。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正是当时百姓被剥削的缩影。可见李氏只顾自己欢愉，不考虑百姓死活的畸形治国方式，而且他还严重不信任身边的高级官员，于是呢开始频繁地更换宰相，致使朝廷动荡不安。人事的纷争让李氏徒有宏图壮志，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，这也注定了他前期所营造出来的中兴之象只能是昙花一现。说到这里啊，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，说既然李氏一开始登基时算得上是位好皇帝，那为什么会在位几年内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难道他一开始的节俭以及惩罚宦官都是装出来的吗？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即位不久就经历了奉天之乱，又称2帝4王之乱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唐代藩镇割据在李氏即位之前就已经有较长的历史。安史之乱虽对各地藩王有一定的打击，但是朝廷受到的影响更大。
因此安史之乱结束后，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愈发薄弱。李氏是有宏图大志的，而他也适时地意识到了削藩的重要性。于是在建中2年，他拒绝了李惟岳袭其父位的请求。李惟岳对朝廷不满已久，所以在李氏拒绝以后，他便起兵反了。虽然李氏及时地镇压了他的势力，但后续封赏时，参与镇压的诸方又发生冲突。不服的朱涛、田悦、李希烈和李纳4人又联合发动叛乱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暴乱，李氏又会作何反应呢？打仗就意味着要花钱，但由于他在即位的这几年中，他奉行节约的理念，并未让各地进贡多少值钱的东西，这也就导致随着叛军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他的囊中越来越羞涩，以至于在建中4年拿不出足够的钱来犒赏官军，这让四处奔波的士兵们十分生气，认为他是一国之君，怎么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呢？他们觉得李氏不是没有，而是不愿意给。这种情绪夹杂了长久作战的烦躁，最终他们全部爆发了，起兵反了。因此前线4镇之乱尚且未平，后方泾原之变又火速爆发，这也为后期李氏大量敛财埋下了伏笔。有人说他不过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怕自己日后会再次陷入没钱的绝境中罢了。而接二连三的兵变几乎让李氏陷入了绝境之中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逃出长安，去到奉天。结果呢，在奉天城中，外敌还没消灭，他身边的大将李怀光又和权臣卢杞针锋相对，如此种种都让他头疼不已。虽然后来叛军被击败，奉天之难也渐渐画上了句号，但李氏也因此性情大变，他开始大肆敛财不说，还开始宠幸各种宦官。原因竟然是在这场内乱中，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，竟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，而他仓促逃亡时，身边最可以依靠的，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、霍先明，以及所率的100余名宦官。宦官的忠心可依，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，让李氏的内心发生了极大的转变，所以他才会在后来将兵权交入宦官手中。但宦官呢，终究是宦官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宦官的干政让大唐加快了覆灭的步伐。到了建中年间，他又开始宠信奸相卢杞，不仅使颜真卿等忠臣深受其害，而且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乱。贞元年间又宠信奸臣裴延龄掌管财政。裴延龄此人不仅阴险狡诈，而且还欺君罔上。为了迎合李氏的贪欲，他不顾百姓贫困，大肆敛聚财物。宰相陆贽上书弹劾，却反遭贬谪。此时的大唐王朝乌烟瘴气，再无当日之繁华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各方势力纷纷活跃，藩镇割据愈演愈烈，想要重现盛世，犹如是天方夜谭。唐王朝在覆灭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，而李氏的宠信宦官也为后来的唐王朝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李氏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，有2位就是死于宦官之手，这和李氏在位期间给足了宦官足够的权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